谭松韵《我的山与海》将播，大女主创业时能否成收视翻身仗？谭松韵新剧《我的山与海》3月登陆央视，她将颠覆甜妹形象，演绎从底层女工到商界女杰的硬核逆袭。年龄跨度大，造型惊艳，这部剧或成她关键翻身之作，展现演技蜕变与时代风貌。一直以来被视为收视甜心的谭松韵，近来似乎遭遇了小小水逆。接连播出的《逍遥》与《蜀锦人家》2部剧集，口碑都未能达到预期。即便《逍遥》请来了国民度极高的赵丽颖特别出演，也未能扭转剧集整体评价平淡的局面。这让不少观众和业界人士都为她捏了把汗。人气小花的位置固然稳固，但若缺少一部立得住脚的代表新作，星光难免会有些暗淡。不过别急，转机或许就在眼前。谭松韵主演的时代励志剧《我的山与海》原名《我和我的命》即将于3月登陆央视。她在剧中将彻底告别过往的傻白甜形象，演绎一位从底层女工到商界女杰的硬核逆袭。这部剧已被许多人视作她关键的翻身之作，而其爆款潜力主要来自2大看点。看点1，从甜妹到大女主，演技派的硬核回归。《我的山与海》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小说《我和我的命》，故事本身的分量就足够厚重。它讲述了出生于贵州山区的70后女性方婉之谭松韵是坎坷而壮阔的半生。在遭遇家庭与感情的双重打击后，她毅然从大学退学，踏上前往深圳的列车，成为一名普通女工。然而，方婉之的字典里没有认命2字。她从最基础的外贸跟单学起，读夜校，苦练英语，抓住时代机遇，历经无数风波挫折，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成长为在深圳商界叱咤风云的企业家。步入中年后，功成名就的她将公司交给专业团队，带着收养的孤儿与人生知己高翔、高志廷士回到故乡，反哺桑梓，完成了从走出去到走回来的生命循环。这部剧虽有重要的男性角色，但核心无疑是方婉之个人的成长史诗。这恰恰是谭松韵当下最需要的角色类型。早年凭借《以家人之名》《锦心似玉》等剧，她细腻动人的演技早已备受认可。但近年的《逍遥》《蜀锦人家》等剧，或因剧情过于单薄，或因角色设定仍是囿于情爱的甜妹，让她的演技无处施展，甚至被批评为戏路单一。此次在《我的山与海》中，她要挑战从20岁左右的青涩少女，一路演到饱经风霜的中年企业家，年龄跨度巨大，人生境遇更是跌宕起伏。这不仅仅是换几身衣服那么简单，更需要演出人物内在的蜕变与沉淀，从山区女孩的懵懂倔强，到打工妹的坚韧不服输，再到创业者的精明果敢，最后是成功企业家的通透与从容。观众和粉丝都期待着她能借此机会甩开包袱，完成一次华丽的演技蜕变，真正做实力派的名号。看点2，复古造型惊艳。一部剧就是一场时尚编年史。除了厚重的内容，该剧在视觉上也给了观众一个大惊喜。近日曝光的剧照中，谭松韵的造型堪称美商再现，每一套都精准复刻了时代风貌，又兼具审美趣味，被网友调侃为一部剧就是一场90年代复古时装秀。其中一套造型尤其出圈，她身穿一件精致的白色蕾丝衬衫，下搭凸显纤细腰身的黑白格纹长裙，发型则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空气刘海搭配黑长直。这一身装扮将谭松韵自带的甜美灵气完美激发，而造型师巧妙点缀的黑色领结，又增添了几分复古的书卷气与时代特有的质朴感，整体看起来甜美清新，又丝毫不显土气或过时。其他造型也同样用心，
从打工初期的朴素工装，到创业时期的干练西装，再到成功后优雅得体的裙装，服饰的变化清晰，勾勒出人物身份与阶层的变迁。这些造型成功避开了年代剧常见的影楼风或夸张戏剧化陷阱，用真实而富有美感的细节，将观众瞬间拉回到那个充满机遇与活力的激情年代，也为剧集增添了不少赏心悦目的看点。总而言之，《我的山与海》对谭松韵而言，无疑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证明之战。它提供了扎实的文学剧本、深刻的人物弧光以及展现多面演技的广阔空间。能否凭借此剧成功转型，摆脱近期的事业瓶颈，重新赢得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答案即将在3月揭晓。这场从山到海的传奇跋涉，观众已经准备好要一同见证了。36岁演少女翻车，素颜黑瘦却封神。谭松韵的转型打了谁的脸？36岁演少女翻车，素颜黑瘦却封神。谭松韵的转型打了谁的脸？2026年3月的影视舆论场，谭松韵的名字被劈成两半，一边是逍遥中36岁演17岁少女的争议漩涡，另一边是《我的山与海》里素颜黑瘦的方婉之收获的如潮好评。同一张脸，在同一时段承受着冰火两重天的评价，这场看似矛盾的舆论拉锯，撕开了中年女演员与少女感标签的缠斗真相。争议漩涡中的逍遥，刺眼的4开镜头下，谭松韵在逍遥中饰演的少女角色遭遇了全民审视。溪边戏水的场景本应展现灵动，却成了争议的焦点。高清画面清晰捕捉到脸部线条的变化，皮肤紧致度下降，与10几岁少女应有的轻盈感形成落差。浅色系少女服饰和高马尾造型非但没有加分，反而强化了强行装嫩的观感。争议的核心锁定在表演细节上，观众发现她的眼神少了那份纯粹，刻意瞪眼嘟嘴的表演方式流露出不自然感。更致命的是，嗓音问题偏向低沉的音色与古灵精怪的少女设定格格不入，情绪激动时甚至出现破音，成为观众出戏的关键点。剧中她一人分饰两角，但被指未能演出明显区别，少女戏份显得生硬，与赵丽颖客串3分钟即登上热搜形成鲜明对比。谭松韵的表演被推上审判席，这场争议背后是市场对少女感的苛刻要求与演员自然状态之间的深层矛盾。当36岁的面容需要承载17岁的设定，年龄与角色的错位感被无限放大，最终演变成对演员本身的质疑。破局之战中的方婉之，当观众还沉浸在逍遥的争议中时，谭松韵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我的山与海》里，素颜黑瘦，一口地道的贵州方言，完全颠覆了过往形象。她饰演的方婉之从山区少女到上市公司创始人的数十年跨度，成为她表演转型的最佳战场。为贴合角色，谭松韵开启了毁容式表演模式。她暴瘦15斤，体重降至82斤，特意晒黑肤色，连走路都带着流水线女工特有的疲惫感。剧中3个阶段的方婉之被她演成了3个独立的人形立牌：山区少女时的倔强青涩，闯深圳时的坚韧执着，功成名就后的从容通透。表演的突破体现在细节处，初到深圳时眼神里的局促与怯懦，被工厂组长刁难时强忍委屈的倔强，夜校路灯下背英语单词的执着，没有一句口号式的励志台词，却用一个个烟火气十足的片段，把奋斗最本真的模样诠释得淋漓尽致。从手指被缝纫机扎烂也不吭声，到谈融资时摘下婚戒回应谈的是生意，不是婚检，每个细节都将底层女性的挣扎与坚韧刻画得入木三分。
选角适配度的决定性作用。逍遥与我的山与海的不同凡响，凸显了选角适配度的关键作用。在逍遥中，少女角色的单薄与局限性限制了表演空间，年龄错位感被技术手段放大；而在我的山与海中，方婉之这个跨越数十年、经历命运沉浮的复杂角色，恰恰需要演员的人生阅历来支撑。行业现象表明，跨度角色往往更适合演员突破定型。方婉之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轨迹，与谭松韵36岁的人生阅历形成共鸣。剧中角色经历的创业坎坷、友情考验、内心挣扎，都需要演员具备足够的生活体验才能准确诠释。这种角色与演员的共生关系，使得表演不再是简单的扮演，而是生命体验的自然流露。我的山与海制作团队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看到了谭松韵身上被少女感标签掩盖的表演潜力。当其他剧组还在纠结她的娃娃脸能演多少岁少女时，这个团队已经意识到，她真正值得挖掘的是那份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坚韧与通透。舆论评判标准的弹性转变。有趣的是，当表演具备足够说服力时，观众的评判标准会自然调整。在我的山与海中，对方婉之沧桑感的认可反而消解了对演员年龄的质疑。网络评价从外形年龄争议转向演技共情，完成了评判焦点的根本性转移。这种转变揭示了表演艺术的核心规律：真诚的表演永远是最有效的危机公关。当谭松素颜出镜，晒黑瘦身，学习方言，体验工厂生活的付出被观众感知，表演本身的说服力就超越了所有外在条件的限制。观众可以接受一个36岁的演员演70后创业者的数十年跨度，却难以接受同一个人演17岁少女。这其中的差别全在于表演的真实感与角色逻辑的自洽。行业启示在于，演员面对定型困境时，最有效的突破方式不是在外形上强行贴近，而是找到与自身阅历、气质深度契合的角色，用扎实的表演重建观众信任。当表演的真诚度足够强大，它就能重塑评判标准，让观众忘记年龄、外形的表象争议，专注于角色本身的生命力。转型背后的职业清醒。从逍遥到我的山与海，谭松韵的案例远不只是单个演员的成败得失，它折射出整个行业对中年女演员的评判困境与出路探索。当少女感从褒奖变成枷锁，当年龄增长成为职业发展的障碍，破局的关键在于演员对自身职业路径的清醒认知。谭松韵的选择表明，转型不是被动等待机会，而是主动寻找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角色。在同期演员还在偶像剧赛道挣扎时，他敢于接拍需要毁容式表演的现实题材。这种勇气源于对演员本质的深刻理解。表演的价值不在于保持年轻貌美，而在于真实呈现人性的复杂与深度。这场转型的成功，也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演员提供了借鉴。打破标签化的最好方式，不是否认标签的存在，而是用更具说服力的表演证明自己拥有超越标签的能力。当演员敢于放下外在形象的包袱，专注于角色内核的挖掘，就能在职业道路上开辟新的可能性。谭松韵在《我的山与海》中的表现，是你期待中的演员转型样本吗？在少女感与实力派之间，观众与行业应该如何建立更健康的评价体系？